这是一辆蔚来 ET9，前几天在广州发布，是蔚来的10年结晶之作。这是法国卢浮宫金字塔，由华人贝聿铭设计。从最初的争议到成为建筑艺术的传奇之作，蔚来 ET9这次拿出的设计方案呢，综合比例、姿态、色彩、线条、光影等等因素，我认为哪怕是摆在卢浮宫面前也不会违和。能做到这一点的中国车型，其实寥寥无几。前几天呢，我去广州参加了蔚来的 Neo Day， 今年规模有多大呢？一共有2.2万人。蔚来在场馆外呢，组建了一片超大的市集，发布会上也请来了李克勤献唱，再加上他们一向擅长的叙事手法，氛围极具感染力。但要说美中不足呢，我认为是萤火虫抢走了太多注意力，让很多人忽视了 ET9。在我看来呢，这次发布会最值得聊的还是他们的旗舰车型 ET9。在豪华车领域呢，德系具备绝对统治力，哪怕是劳斯莱斯和宾利，如今也属于德国车企的一部分。但我这几年去了很多次欧洲之后深入了解了他们的文化和历史。我认为单论审美，尤其是塑造奢华感和优雅感这件事呢，法国人一定比德国人在行，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是全球第一。艺术、建筑、时装、奢侈品环节，法兰西民族都表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历史上呢，法国车企也做出过很多惊艳的设计。为什么说这么多法国呢？因为我在蔚来 ET9 身上就能看出有法系经典车型的设计元素。和严谨但是古板的德系豪华车设计不同法国人一直都想要跳出束缚，走出自己的豪华路线。1974年雪铁龙 CX 就拿出了这样的设计，车顶上有一条完整的曲线直接勾勒到车尾，取代了传统的4平8稳3厢设计。蔚来这一次在 ET9 上呢也是这么做的。50年前那个保守的年代下呢，雪铁龙拿出这样的设计备受争议。但是如今大家的审美认知被德系统治了这么多年，一定有一些人看腻了。这部分人呢，就是蔚来 ET9 的核心受众。Neo Day 结束之后呢，我去上海中心大厦的店里感受了一下。首先呢，姿态很厚重，实车一看体量感非常大。第二点呢，就是需要花3万块钱选装的蓝色车漆非常有质感，蔚来命名叫做紫叶京瓷蓝。这个颜色把行政旗舰需要的沉稳优雅气质都衬托出来了。然后前脸呢，并没有使用大嘴格栅这样的夸张手法还是选择了走家族路线，弱化了攻击性。选装的几款轮毂我看了一下并没有做成迈巴赫一样的大饼轮毂，这一点我认为特别好，不是每一款车型都适合用奔驰的大饼轮毂。另外呢，就是车尾尾翼打开的状态下呈现出了一些运动气息，但这里的运动和整车的优雅姿态不冲突，蔚来算是在其中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内饰呢，我没坐进去但是在外面仔细看了一圈，我认为最核心的亮点就是车顶和中控2条分割线，蔚来叫做天空岛和行政桥。过去很多豪华车呢，比如说劳斯莱斯雷克萨斯 LM 这样的 MPV 一直都是通过对前后排空间的分割来塑造后排尊贵感，但其实这样做在视觉上缩减了车内空间，因为一个超大屏幕就像一面墙一样挡在那里。蔚来在 ET9 上选择的呢，是对于左右两边空间独立性的塑造，这让我想起了一些跑车的结构设计手法。法拉利的蒙扎 SP2 和奔驰的 AMG GTR 还有阿斯顿马丁都这么干过，但选择用这种思路来做行政级别 D 级车的车企，蔚来应该是第一个。第二点呢，我认为 ET9 的内饰上蔚来终于不再像之前一样用藤木了，顶级真皮座椅、菱形格图案、精致刺绣，这豪华感一下就起来了。在这个级别里再去走环保简约风，那肯定行不通了。但是呢，强行把各种元素不加思考的堆积，那也不行，那是暴发户的做法。蔚来呢，在内饰上还是表现出了很好的取舍后排没有用一个超大折叠屏来抢戏，让整个内饰的协调性和层次感表现得非常好。这是一款即便拿到欧洲卖，在欧洲道路上跑也会依然惊艳的旗舰车型。一直以来，欧洲人都主导了世界审美的话语权，几乎所有的顶级豪华品牌和超跑都来自欧洲，这也让他们有一种偏见，中国只能造山寨汽车。在国外呢，还有人在评测中国制造的老头乐路虎揽胜。在这些人看来呢，中国汽车的原创设计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我这2年在欧洲，尤其是在挪威，能见到越来越多的蔚来在路上跑。奥斯陆和卑尔根呢，还有不少出租车就是蔚来的 ES8、ES6、ET7、ET5。当然这绝对不是说蔚来低端。首先在挪威打车就很贵，其次呢，挪威也拿保时捷泰看当做出租车。去年呢，我在瑞典哥德堡的 Neo Space 试驾过 ET5，陪同试驾的销售小哥告诉我呢，很多瑞典当地人对于蔚
来的设计水平评价非常高。今年我也走访过德国柏林的 NIO House， 店里销售告诉我，有些保时捷车主在试驾之后都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很多柏林的年轻人呢，也很喜欢去 NIO House 的2层点杯咖啡，自由办公一会儿。我还去过很多次挪威奥斯陆的 NIO House， 在奥斯陆最繁华的街道上，无数挪威人驻足欣赏，感受中国品牌的魅力。今年广州 NIO Day 最神奇的呢，是一位来自挪威贝尔根的蔚来 ES8 车主也来到了现场，他叫做 Stick 告诉我呢，这次中国之旅他参观了上海的 NIO House， 还有蔚来的合肥工厂，最后一站呢，来到了广州 NIO Day 的现场。他当时买车时试驾了20款车，但最后选择了 ES8 这款车呢。Stick 现在开了8万公里，他对这辆车的评价呢非常满意。要知道，奥斯陆店里摆的这辆高配 ES8 呢，哪怕是用 Bus 租店方案，也要76.9万挪威克朗，相当于人民币50万元左右。虽然挪威富裕但一款中国车以这个价位来征服欧洲人，其实很不容易。NIO Day 结束的第2天呢，李斌和齐力红接受了媒体采访。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李斌的这一段话：这就是会有一些人支持蔚来的地方。所以我们一直讲，既不自欺欺人，也不妄自菲薄嘛，就是有很多地方要改进，但是也有很多地方应该坚持这个其实就是蔚来跟别的公司不一样的。的确，蔚来的坚持呢，让他们在创业的第10年拿出了世界级的表现，配合技术积累呢，打造了一款真正的旗舰车型。据我了解 ，ET9 在2019年立项，那一年也是蔚来最艰难的一年，但李斌和齐力红依然没有放弃，坚持战略定力，这才有了今天的 ET9。在德系品牌把守多年的行政级别市场呢，蔚来用原创设计和前沿科技，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汽车的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呢，他们在下一个10年里一定会走得更远。